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川港讲坛。现在呢是3月30号，那我们可以开始育苗了。因为我发觉多伦多很多朋友的话，室内育苗育得太早。对育苗这个问题呢，我是这样看的：首先一点，多伦多的夏天非常短，那夏季这些瓜果的蔬菜，室内育苗是必要的。但是需不需要那么早呢？我觉得不需要。那今天我们开始育的是第一类品种，那就是喜热的茄子、辣椒。那对这个室内育苗怎么操作呢？我先讲一下我对育苗的看法。对这个夏季我们种这些蔬菜的话，总的来讲可以分6类。第一类就是耐寒的蔬菜，耐寒的蔬菜我的观点，叶菜类，是不需要育苗的。那我们地里面3月15号移栽的豌豆苗和播种的直播的鸡毛菜、沙拉组合，紫菜芥菜，今天看了以后已经出苗出得非常好了。什么情况呢？因为我们在3月下旬经历过，也就1周前经历过3次大雪，那最低温度达到零下13度，但是我们刚才检查了没有问题。那我们像这一类的菜的话，今天我们也种了一些，就是耐寒的叶菜类，直播就好了，加上塑料拱棚。因为可以直播的话，就不要育苗，它省了很多事情。这第一类。第二类，我们最早开始育苗的就是茄子、辣椒，它喜热，它的苗龄稍微长一点。那我们可以安全播种的时间是5月12号左右，就是5月中旬。那我们今天开始准备育苗，也就是说它的苗龄掌握在大概40天左右已经足够了。那有一点，育苗的话，它需要的温度比较高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是给大家讲一讲我们怎么打室内的育苗，保证它的温度。那第三类什么呢？第三类就是西红柿。西红柿的苗的话，我是准备在4月15号左右培育的。那同时的话，第3批、第4批在培育喜热的苦瓜、丝瓜。那到了第5批培育什么？培育瓜类，就是南瓜类的，黄瓜类的。那我要到4月下旬，就是4月25号，甚至到5月初我才开始弄。最后一类，第6类，那根本就不用育苗，直播的效果更好。哪一些呢？比如说各类豆角，因为豆角的话，它发芽温度要求高，但是生长温度要求不高，所以你在室内育苗的话，育出来以后，虽然出苗了，但很快徒长，效果反而不好。那我们只要算准时间，在5月25号左右直播到地里面，它那个时候外边的温度够高，它出苗会出得很快，出来以后很安全，长得会很好。那玉米也这样的，这样的话我就把育苗的事情就简化了很多，也减少了工作量。那育苗时的话要解决什么问题呢？首先一个要解决光照的问题。那我们准备了一些育苗灯，待会就把育苗灯挂上去。灯的话，大家会问什么灯最好？其实室内育苗的话，我主张用什么小瓦数的很多个配合起来，它的瓦数是75瓦，75瓦的话，已经足够了。它的覆盖面积差不多能覆盖半个架子的位置。那我们一层的话就用2个灯。今天我们育的苗不是很多，那这个灯已经足够了。它的高度离苗盘的高度掌握在1尺左右。一个是保证它的覆盖面积，再一个的话，不要太低，太低的话，灯散发出来的热量可能会伤害到小苗。今天我们准备育苗的苗不多，所以我们先放上2个就好了。我们有另外备用的，等到2周以后，我们需要育西红柿苗、苦瓜苗、丝瓜苗的时候，再把加上去。另外一个的话是要准备加热的问题。我的热源的话有2种，这个就是一个不是什么特殊的设施，就是一个电炒锅，它有个温控器，可以把温度控制在我们所需要的范围。那我们先从温度讲起。好，操作我操作了好几年了，效果非常好。给里面放大半锅水，好，就清水。在电炒锅里面需要放一个温度计，我手里面拿的是一个可以记录最高和最低温度的一个温度计。我们用这个来监测它的温度，
好，我们放在这个锅盖上，这样的话方便观察。那再把这个温控器插上去，这样的话热源就准备好了，把它放在最下层。那好，我们还另外有一个东西，这个是孵小鸡的一个孵化器，因为我们准备自己孵小鸡，那这个也是一个热源，而且这个它要求的温度比较高，是37度，那它散发出的热量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育苗室的温度，那减少用电量，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方法。现在我们今天不放种子在里面，我们经过1天的调试，看最后的它的情况什么情况，然后再来做一个调整。我们检查一下灯亮不亮？好，灯都亮了，可以了。最后一步最重要的是这个保温的塑料薄膜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这个室温22度，但是里面的育苗温度会高一些，育苗的高度温度它会保持在33度，因此的话需要一个塑料薄膜来给它做一个隔离。这个塑料薄膜的话 ，Amazon 这个亚马逊有可以买到，我是量了尺寸以后刚好跟我这个架子匹配起来的。好，它这个是可以拉起来的，这个拉起来以后，它就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育苗室，那温度就在里边了。我们现在的话，让温度计先测了是多少，我们再做调节。如果太高调下来，太低调上去，这个要经过大概3、4次的这个来调节，来设定它的温度。好，光照解决了，温度解决了，那剩下的什么？剩下的就是种子。我们来看种子。种子的话，我今天准备育的苗是四川朝天椒，一个是樟树港辣椒，再一个拇指蕨，这2个都是温度要求比较高的育苗温度。那我们先泡种，泡种也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一个方面。那通常是泡种到底多长时间？通常室温条件下泡种的话，1天时间够了，也就是大概掌握在20到24个小时已经足够了。就是让泡种的目的是让种子预先吸水，吸水的话，可以加快它在育苗室里面的这个发芽温度。同时在泡种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把这个不饱满的种子提出去。这3个品种都是非常好的品种，特别是拇指蕨和这个樟树港辣椒都是非常珍贵的品种，又好吃，产量又高，种植难度不大。水的话就用清水就好了，就是普通的自来水就好了。我们每天给它就说换2次水，现在先泡上，泡上以后这个等它落一下，如果到4、5小时以后有飘起来的种子或者有不完整的种子，把它剔出就好了。你看像这个里面这个黑色的这个就是需要一个杂质需要剔出的。泡种的目的是这个目的。太小的种子就不需要泡种了。那什么叫太小的种子？比如说白菜种子、荠菜种子就不要拿去泡水了，因为泡了以后你没法操作，而且那些种子的话它吸水很容易。好，种子泡好了，我们明天播种。现在我们来做什么？我们来做这个育苗土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商店里面买的育苗土，它通常的育苗土就这样。那这个育苗土呢，好在什么呢？它配了这个珍珠岩和那种peat moss， 它的好处是什么？疏松保水。但是呢，缺点就是肥力不足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们现在要给它配在苗盘里面。配在苗盘里面的话，解决一个什么问题？解决一个它的肥力不足的问题和预先吸水。我们先给它解决肥料问题。这个就是土壤活化剂 Growth Delight。那这个用量都不需要多，就是1/10够了。它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就是肥效缓和，不烧苗，
放进去以后，它既能保证肥力，又不会造成任何烧苗，这可以保证我们小苗的话，整个育苗期间不会缺肥。像这一桶育苗土的话，这么一大把足够了。拌均匀，拌均匀以后放在我们的育苗盘里面就可以了。它比较疏松，因此我们今天需要提前准备。放进去以后，让它预先吸水，预先吸水，水分吸够以后，明天播种才好播种。铺满，浇水，吸水，吸透以后，把它压实，用手轻轻的压实就行。育苗当中最难掌握的就是这个育苗土的肥力，太肥烧苗，造成小苗死亡；太瘦，小苗长得不好。因此，这是育苗当中要掌握的最重要的一个技巧。好了，这就基本准备好了，剩下的就是来清水。清水的话是一个需要非常耐心的工作，今天要反复弄几次，一次弄不好。好，我给它放进去一点。这个要非常耐心，它吸水很慢，但是吸饱以后它保水就非常好。要反反复复弄几次，时间放长了，它都像灰一样的了，含水量很低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先弄到这里，明天我们再回来播种，再放进育苗室。到明天的话，育苗室里面的温度也调好了，然后这个苗盘也准备好了，种子吸水也吸好了，放进去准备这个开始发芽就好了。经过几次调试的话，我们现在这个育苗室里边。温度的话控制在了30度左右，30到32度，比较稳定。晚上低一点，白天倒是高一点点。另外的话，灯也安好了，湿度掌握在67%，刚刚好。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苗盘放进去，可以明显感觉到一股热气往外边出来。这个温度刚好，这是我们播种播好的苗盘。那这个播种的话，苗盘大家会问到这个差不多2个问题，那就是说种子播多深，需不需要泡水？根据我们今天经验操作来看的话，太小的种子的确不需要泡水，泡水以后这个操作起来太难，不好这个操作，因为我们这个育苗室是湿的，这个育苗土是湿的，那直接放进去好了。那深度多深呢？这个种子，辣椒种子、茄子种子非常小，那大概深度就是差不多1毫米、2毫米，就是种子看不见就好了，不能太深，深了它出苗困难。那水分的话，我们经过这个润湿以后，这个苗盘呢已经很湿润，但是把握一点，就是下边不能有积水，如果有积水，那就容易烂根。好，我们把它放进去。由于我们播过种以后，有一部分种子露在外边，这个呢也不要太担心，因为它这个土是潮的，加上我们现在可以轻轻的喷雾喷一点点，把这个种子冲一下，给它跟这个育苗土更湿润一点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就把它关起来，我们这个温度计放在里边，随时监测它的温度。我们最理想的温度要在32度、33度这个样子。关起来，温度很快就上去了。那好，剩下的问题大家会问，浇水怎么办？由于现在我们这个苗盘相当潮湿，里面的湿度也是67%，很高，所以它浇水基本上在开始1周不是个问题。那什么时候需要浇水呢？通常这样来判断：第一个，我们这个塑料薄膜上的水雾如果是很少，就需要浇水喷水；但是现在水雾很多，说明不需要。再一个的话，浇水
就是用这种喷壶来喷就好了。如果土壤是潮湿的情况下的话，那个苗旁看起来是这个土是发黑的、深色的。如果缺水了，明显的会发白，那个时候就开始喷雾。但是有一点，就是浇水的分寸以什么呢？以这个苗盘里面，我们可以拿起一个角落来看，这个苗盘里面不要存水，千万不能存水。可以潮湿，现在一样建的潮气，但是呢，不能存水。那至于说施肥的话，由于我在里面混的是，我们是采用了比较好的育苗土，里面要混入大概了10%左右的这个土壤活化剂 Growth Light， 在整个育苗期间，就是这将近40天的育苗期间，那就不存在施肥问题，只管喷水就好了，大概1个星期喷2次、3次的水喷雾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好，第一批苗我们现在4月初放进去，那第二批苗到4月12号、15号左右，我们放进这个西红柿苗，到4月20号左右，我们放进去这个苦瓜苗、丝瓜苗，那到了4月底，我们才放进南瓜类的这些苗进去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整个育苗室的这个利用效率会非常高。你看这个一层可以摆差不多4个5个苗盘，那我们这个可以3层都可以放，这一层的话长一长还可以放。那这个锅里面也要随时注意这个水会不会干，如果水少了加一点水就好了。我们是靠这个水来给这个整个这个育苗室来保持这个一个温度的。下续怎么这个管理这个小苗或怎么育栽，看这里。